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从不拒绝别人。朋友借钱，明明自己也不宽裕，却硬着头皮答应；同事推活，明明自己已经忙不过来，却咬着牙接下来；亲戚提要求，明明心里不情愿，却不好意思说一个不字。他们把所有的为难留给自己，把所有的方便让给别人。可结果呢？别人越来越习惯他们的付出，越来越不把他们当回事，他们自己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委屈，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活。这种人常常被夸赞为善良、好说话、懂事，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这份善良背后藏着多少无奈，这个好说话背后压着多少情绪。他们不是不想拒绝，是不敢拒绝，怕拒绝会伤了和气，怕拒绝会显得自己小气，怕拒绝会失去别人的喜欢。他们把别人的评价看得太重，把自己的感受看得太轻。对于这种困扰，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。答案就在一个数字里。很多人以为术就是宽容，就是原谅，就是无条件的体谅别人。其实术的本意远不止于此。子贡问孔子，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？孔子说，那就是术。然后他解释了什么是术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意思是你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这句话反过来同样成立，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也不必为了讨好别人而去做。术不是让你无底线的退让，而是让你以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。你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所以你也应该尊重别人的时间和精力。同样，你尊重自己的感受和边界，所以你也应该要求别人尊重你的感受和边界。很多人把术理解成了单向的付出，好像术就是别人打我左脸，我把右脸也伸过去。这不是孔子的本意，这是对术的误解。真正的术是以己度人，推己及人。你不想被别人伤害，所以你不去伤害别人；你不想被别人勉强，所以你不去勉强别人。同样，你不想被无理的要求压垮，所以你有权利拒绝那些无理的要求。这不叫自私，这叫自爱。一个不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真正爱别人的。佛经里有一句话和孔子的术字异曲同工。经中说，自爱者方能爱人。一个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，尊重自己，保护自己的身心不被过度消耗，才有余力去爱别人，去帮助别人。那些不敢拒绝别人的人，表面上看是在爱别人，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。他们把自己的能量一点点耗尽，最后自己垮了，也帮不了任何人。不敢拒绝别人的人，内心往往有一个错误的信念，他们觉得拒绝就等于伤害，说不就等于绝交。他们害怕一个不字说出口，对方就会生气，就会失望，就会从此远离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一个真正值得交往的人会尊重你的拒绝。你拒绝他一次，他不会因此记恨你，反而会更清楚你的边界，以后相处起来反而更轻松。一个因为一次拒绝就翻脸的人，本来就不值得你深交。他的靠近不是因为欣赏你，而是因为你能满足他的需求。一旦你不能满足了，他自然就走了。这样的人早走早好。孔子说的勿施于人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。你不希望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，你就不要用那样的方式对待别人。同样，你不希望别人对你提出过分的要求，你就不要对别人提出过分的要求。可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对你提出过分要求的时候，你必须接受。你可以不接受，而且不接受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一定要撕破脸，不一定要吵架，你只需要温和而坚定地说一个不字。很多人在拒绝别人的时候会感到内疚，会觉得对不起对方。这份内疚从何而来呢？从一种错误的认知而来，觉得自己有义务满足所有人的期待。可你仔细想一想，
别人的期待是别人的事，你有没有能力满足，愿不愿意满足，是你的事。你没有义务为每一个期待负责，你的首要责任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负责。佛家讲自利利他，自利在前，利他在后。一个人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才能去照顾别人。就像飞机上的安全须知，遇到危险时，你要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再去帮助身边的人。如果你先帮别人戴，自己可能早就窒息了。不敢拒绝的人，就是在不停地帮别人戴氧气面罩，却任由自己缺氧，最后两个人都活不了。经书里还有一个比喻，说一个人要渡河，先要自己学会游泳，或者先造好一艘船。如果自己都不会游泳，却跳下水去救别人，那结果不是救人，是添乱。不敢拒绝的人，就像那个不会游泳却跳下水的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善良，是在付出，可实际上他们连自己都保不住，又怎么能真正帮到别人？设边界这件事，孔子不仅用数字讲清楚了道理，还用他自己的行为做出了示范。《论语》里记载，有人向孔子求官，孔子没有直接答应，也没有直接拒绝，而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自然会有机会，不必通过我。孔子的拒绝很温和，但很坚定。他不怕得罪人，也不怕别人说他不够意思。他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也清楚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季氏做事，季氏很富有，可冉求还帮季氏聚敛财富。孔子很生气，对其他学生说，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，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攻击他。你看，孔子发起火来，拒绝起来，一点也不含糊。他不是老好人，不是谁都不得罪的烂好人。他有原则，有底线，有脾气。他该翻脸的时候翻脸，该切割的时候切割。正是这种清晰的原则和边界，让他赢得了后人的尊敬。很多人不敢拒绝，不敢翻脸，不敢得罪人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自己的边界被一再践踏，自己的感受被一再忽视，自己的能量被一再消耗。他们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实际上退一步得寸进尺。你越退让，别人越觉得你好欺负；你越不敢拒绝，别人越习惯性地把麻烦扔给你。你的善良没有长出牙齿，就成了软弱。孔子说的术，不是让人做软柿子，而是让人做一根有底线的竹子。竹子中空，可以包容，可以弯曲，但它的节是清晰的，每一节都有一个节点，到了那个节点就收住，不往前走了。人的边界就是这样，可以柔软，可以变通，但必须有一个节点，到了那里就要说一声到此为止。佛家讲慈悲与智慧要双运，只有慈悲没有智慧，是烂好人，是糊涂慈悲；只有智慧没有慈悲，是冷血动物，是冷漠无情。不敢拒绝的人，缺的不是慈悲，是智慧。他们分不清哪些忙该帮，哪些忙不该帮，分不清哪些人值得付出，哪些人不值得。他们用同一种态度对待所有人，结果把自己耗干了。学会拒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对于那些长期不敢拒绝的人，第一步不是直接说不，而是先学会在小事上划清边界。别人请你帮忙拿个快递，如果你刚好顺路，可以帮；如果你不顺路，就直接说不好意思，不顺路。不需要解释太多，不需要编理由，更不需要感到内疚。你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你不顺路，仅此而已。慢慢的，你可以把边界画得更大一些。别人找你借钱，你不想借，就说不好意思，我最近也不宽裕。别人让你加班帮忙，你不想加，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自己的安排。你会发现，大多数时候，对方并不会因为你拒绝就暴跳如雷。你的担心，大部分是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即使对方真的不高兴，那也是对方的事，不是你的错。孔子说过，君子和而不同。真正的和谐，不是大家都没有意见，而是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，却能够互相尊重。你尊重别人的立场，别人也要尊重你的立场。
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牺牲自己的边界来维持，那这段关系本身就有问题。维持这样的关系，不如不要。《论语》里还有一句话，对不敢拒绝的人特别有帮助。孔子说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找不到言行适中的人交往，那就找狂者和倦者吧。狂者敢于进取，敢做敢当；倦者有所不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孔子特别肯定了倦者有所不为，这4个字恰恰是不敢拒绝的人最需要的。他们不是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而是不知道不做什么。学会有所不为，学会在某些事情上坚决不参与，坚决不配合，坚决不答应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该有的样子。佛家讲戒律，戒律不是束缚，是保护。戒律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能做，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，无论谁来说情，无论什么理由。有了戒律，你就不需要在每一次面对诱惑的时候重新做选择，你只需要守住那条线。不敢拒绝的人，缺的就是心里的那条戒律。他们每一次都重新选择，每一次都在纠结中消耗自己。给自己定几条原则，比如超出能力范围的事不答应，损害自己利益的事不答应，违背良心的事不答应。定了就守住，守住了，心就安了。不敢拒绝的毛病，说到底是对自己的不信任。不信任自己的感受是重要的，不信任自己的边界是正当的，不信任自己在拒绝之后依然能被喜欢。这份不信任需要一点一点的疗愈。疗愈的方法就是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，每一次成功的拒绝都是一次信心的积累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拒绝之后天没有塌下来，别人也没有离开你，而你自己的心里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如果你也是一个不敢拒绝别人的人，不妨从今天开始找一个最小的机会练习说一个不字，不必着急，不必勉强，一步一步来。当你第一次守住自己的边界，你会发现那种感觉并不坏。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在拒绝别人这件事上的经历和感悟。你的故事或许能给同样困扰的人一份勇气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